2026年春天，一家叫 Mercor 的公司被攻破了。黑客通过一个开源组件的供应链漏洞渗入系统，声称窃取了约4态字节数据。Meta 暂停与 Mercor 的合作，多家前沿实验室开始评估自身数据是否受到波及。这件事没怎么上头条，市场在看油价，看五角大楼的 AI 优先采购公告，看 Anthropic 新一轮估值的传闻。但那之后，有一件事被悄悄说穿了：今天前沿模型的推理能力到底是从哪些人的手上一笔一笔买来的？这个问题第一次有了具体答案。据报道，数以万计的医生、律师、银行家、社工、博士分布在多个大洲，通过这家几个年轻人在3年前创办的公司支取薪酬，用自己的临床判断、法律推理和金融直觉喂养你每天在用的大模型。164年前，另一个签名改变了知识的流向，那一天也没什么人在乎。一块工地的诞生从来不是因为有人慷慨，是因为有人算过账。1862年，美国内战打到第2年，南方议员退出国会，一项搁置多年的法案终于没人拦了。佛蒙特州众议员贾斯汀·莫雷尔提出的土地资助法案 Memorial Land Grant Act， 联邦把3000万英亩公有土地的处置收益让渡给各州，条件只有一个：你必须用这笔钱办大学、教农业、教机械、教军事，不是牛津式的经典教育，是让佃农的儿子也能学会测土壤酸碱度的那种教育。时任总统林肯签署了这份法案，联邦放弃的是土地及其收益，当时西部最值钱的资产，换回来的是一张分布式的网络，从康奈尔到德州农工，从麻省理工到塔斯基吉，遍布每一个州的公立高等教育入口。有人主张让市场解决，让铁路公司和制造业行会自己培训工人，但私营资本不会为一个肯塔基的农家子弟建一所大学，外溢太大，周期太长，搭便车的人太多。这是第一次制度化的知识工地，先公共化教育入口，再谈私有化。83年后，同样的计算再发生了一次。1945年7月25日，一个叫万尼瓦尔·布什的人把一份报告递到白宫。这个布什不是后来当总统的那2位，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学教授，2战期间担任美国科学研究与开发局 OSRD 局长，是罗斯福总统最信赖的科学顾问，美国战时科研动员的关键组织者之一。战争快结束时，罗斯福给他写了一封信，问了一个问题：战时动员科学家的经验，和平年代能不能制度化？布什用一份7万字的报告回答了这个问题。报告的名字叫《科学：无尽的前沿》 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 罗斯福没能看到他在1945年4月去世了。接过报告的是继任总统杜鲁门。曼哈顿计划刚刚证明国家级科研动员是可行的，但布什要的不是下一颗原子弹，他要的是一个和平时期的永续结构。联邦出钱，大学做基础研究，首席研究员自主选题，同行评议把关，论文公开发表。他在报告里写得很清楚，企业的研究瞄准的是把已有知识投入现实问题，只有大学才会去扩展知识本身的边界，而大学的传统资金来源正在枯竭，成本却在攀升，工业实验室和私人基金会不够用，基础研究是一个国家的科学资本，不能交给市场的短期计算。联邦放弃的是危机临时动员的旧模式，不再等打仗才想起需要科学家，换回来的是长期的科学资本，不问用途，不求短期回报的基础研究供给。1948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改组扩编。1950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正式成立。布什在报告里画下的那张蓝图，联邦拨款、大学研究、同行评议、论文公开，变成了延续半个多世纪的制度。这是第2次制度化。
先公共化基础研究供给，再谈私有化。然后是1980年拜杜法案 （Bayh-Dole Act）， 走了一条微妙的中间路线。联邦放弃对联邦资助发明的默认所有权，把专利优先转给大学和小企业。理由是政府持有产权，只给非独占许可，企业就没有动力把实验室里的成果变成产品，应用层需要排他性，才有人肯投后续的开发资金。但拜杜没有动上油，论文还是要发的，基础研究还是公共的，同行评议还是开放的。他只在应用转化那一层做了一次有限度的私有化，3次制度化，3个产权切点。莫雷尔把教育入口公共化，布什把基础研究供给公共化，拜杜把应用转化部分私有化，但都没碰上油。莫雷尔产出了赠地大学 Land Grant University 体系，20世纪美国农业霸权和工程能力的底座。布什路径产出了晶体管、互联网、CRISPR 基因编辑、mRNA 疫苗，这2个产出就是过去100年美国的全部底座。工地消失的方式通常不是有人来圈，是没人再往里种东西了。一组数据：1964年冷战高峰期，联邦研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约 0.6%，占全美研发总支出的近70%。到了2026年，这2个数字分别滑落到约 0.3% 和不到2%。美国的研发总盘子还在涨，但企业现在占了3/4。政府不是在场上打球，是在场边捡球。再看2026财年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 OMB 的预算提案，白宫提议将 NSF 国家科学基金会预算削减超过1半， NIH 削减约40%，美国能源部 DOE Department of Energy 科研预算的削减幅度同样触目惊心。尽管国会不太可能照单全收，但提案本身说明了优先级的排序。有人说这是政治异常，是极端预算年份的产物。但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CBO 的预测是，2026年联邦财政赤字将达到约 1.9万亿美元，公众持有的国债将突破 GDP 的100%，利息和强制支出先吃光了盘子，剩下的才轮到科学家。2026年的大削减不是突发事件，它是一条长达60年曲线的终局确认。但这里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时间差，科研拨款被砍的那一年，论文不会立刻变少，专利不会立刻枯竭。一笔基金从拨出到产出论文，通常需要3到7年，从论文到被专利引用，变成产品原型，又是一轮周期。学术界把这叫滞后效应。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今天还能看到美国在顶级期刊上发论文，在全球高倍引论文榜上占据前列，但那些成果花的是5年前、7年前的钱。2002年到2023年之间，仅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含 NIH 一个口径就被同行评审论文致谢了将近200万次。NSF 的资金被致谢超过90万次。衡量科学影响力有一个指标叫相对引用指数，全球平均值是 1.0， NSF 资助的论文得分是 2.7， 能源部是 2.9， 国防部高达 3.6。 这些数字说的是同一件事，联邦的钱买到的不是平庸的论文，是全球最顶尖的那一层知识增量。这些知识增量会往下游传导。2024年，美国专利商标局 USPTO 授权的专利中，有大约64万次引用了科学与工程学术论文，每一次引用都是一条从基础研究通往商业产品的脐带。审计报告追踪过 NIH 的一个样本，在可追溯的生物医学专利里， 85.8% 能直接挂钩到 NIH 的资金支持。晶体管、互联网、CRISPR、mRNA， 它们不是凭空出现的，它们走的都是同一条路：联邦拨款、大学研究、论文公开、专利引用、企业开发。
滞后效应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制造了一种错觉：你砍掉的是今天的预算，失去的却是5到10年后的论文、专利和产业策源能力。2026年的预算断崖，意味着大约从2029年开始，全球高倍引论文和核心专利引用库里 made by 美国联邦资金的份额将出现结构性下降。这不是一个可以补考的考试，基础研究的人才梯队一旦断裂，重建周期按代际计算。现在把镜头转过来，同一个月，2026年4月 ，Merkle 的年化收入据估算已触达10亿美元。Surge AI 年化收入约14亿美元。Scale AI 在 Meta 以143亿美元战略入股，引发客户恐慌之后，二级市场估值暴跌至不足100亿，但它一年的数据标注，业务收入仍接近10亿。这些公司的客户名单几乎完全重叠 ：OpenAI、Anthropic、Meta、Google、Microsoft 等前沿实验室，全球一共也就6、7家。Anthropic据报道，2026年仅在强化学习 (RL) Reinforcement Learning 环境上的预算就要花10亿美元。一家私营公司在单一训练环节上的支出已经与 NSF 某些核心资助项目的体量相当。一边是国家基金会的预算被提议腰斩，另一边是一家私营公司在单一训练环节上的投入就能与之比肩。这两条线在2026年交叉了，把视野拉到国境线外面。中国2024年研发总支出按现价突破1万亿美元 ，GDP 占比攀升到 2.7%， 韩国研发占 GDP 达到 5.1%。日本国防研发预算今年大幅上调，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的主要经济体里，美国是唯一一个政府系统性退出基础研发赛场的国家。不是别人在追，是你自己在退。现在回到那4态字节数据 ，Merkle 是什么？它不是一家数据标注工厂，那是上一代的 Amazon Mechanical Turk 和 Crowdflower 干的事，花几美分一条固人化边界框标文本情感。Merkle 是一个由 AI 驱动的专家猎头与调度平台，它用自己的面试算法筛选全球高端专业人士，再把他们以每小时60到200美元的价格派到前沿实验室的 RLHF 流水线上。RLHF 是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 Reinforcement Learning from Human Feedback。简单说，就是让真人专家告诉模型这个回答好或那个推理有漏洞，一条一条的把人类判断喂进去。平台上数以万计的承包商里的医生、律师、银行家，每一个都是国家用公共教育体系花了100多年培养出来的。Merkle 没有建一所大学，它不是反向莫雷尔。Merkle 是反向布什，逻辑是这样的：莫雷尔用公共土地换公共能力，万尼瓦尔布什用公共财政换公共知识，百度用部分排他权换商业化，但都没有动上游。Merkle 用私营合约把专家判断从原本会进入论文、教材、公开同行评议的知识流里截流出来，先变成模型公司的私有中间品。我们不妨想象一个具体的人，一个内分泌科主治医师，从医学院毕业，在 NIH 资助的教学医院完成住院医训练，临床经验超过7年。如果他留在大学做研究，他的临床推理最终会变成论文、教案、同行、评议、意见，沉淀为公共知识。后来的医学生可以读到它，别的医院可以复现它。但如果他签了 Merkle 的合同，他写的诊断推理是用来训练一个闭源大模型的 RLHF 数据。合同附件里有保密协议 NDA Non-Disclosure Agreement， 他不能把自己标注的内容发到任何学术期刊上。这些推理不会进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NEJM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不会被同行复现，不会被后来的医学生读到。他们会变成权重矩阵里不可见、不可审计、不可迁移的一部分。这里有一个反向叙事必须直面。有人会说，联邦不是在退场，是在换形态。美国国家人工智能研究资源
Nair National AI Research Resource， 在建公共算力和公共数据集，国防授权法案 NDAA。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要求情报界共享模型权重，白宫2025年行动计划推动开源权重。NeurIPS 2025全球最重要的 AI 学术会议，有学者发表立场论文，呼吁前沿实验室发布小型 analog 模型供学术界研究。这些都是真的，但把它们放在同一杆秤上称一称。Nair 还处于试点阶段，预算规模远不足以与商业 AI 投入抗衡。NDAA 权重共享只限于情报界，与公共科研无关。行动计划是政策表态，没有立法跟进。Analog 模型停留在学术论文里，没有一家实验室真正交付过。这些反向动作的总规模加起来不到 Merkle 一家公司的年化收入，秤已经轻了。最后要讲一个镜像，这个镜像来自制药业，一个比 AI 行业更早走完同一条路的行业。在制药行业，有一类公司叫合同研究组织 CRO，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 药企自己不做全部临床试验，而是外包给 CRO， 由 CRO 替你招募医生，组织患者，管理数据，跑完整个试验流程。全球最大的 CRO 是 IQVIA。2017年，IQVIA 起诉另一家数据公司 Viva Systems， 指控他窃取了自己积累多年的核心数据资产：患者信息、医生关系网络、临床试验数据库。试验做完了，一个致命的问题浮出来：这些数据归谁？归付钱的药企，还是归组织整个生产过程的 CRO？ 这场诉讼打了8年，直到2025年夏天，双方才宣布和解。今天的 AI 实验室就是新的制药公司 ，Merkle 和 Scale 就是新的 CRO， 成千上万个签了保密协议的医生、律师、银行家正在生成的 RLHF 数据，归谁？付钱的实验室，组织生产的平台，还是写下那条诊断推理的那个人？Merkle 的那次数据泄露不是一场事故，它是这场即将到来的诉讼的预告片。莫雷尔法案受益的最后一所赠地大学，今年仍在招生。NSF 2026年度的基金申请截止日期已经延期到下一财年。据报道 ，Merkle 的招聘页面上可以看到这样的岗位：内分泌科主治医师，时薪$200，远程，需要多年临床经验。如果你点开职位描述，你会发现它要求你使用真实病例进行模型推理评估。合同附件里有保密协议，你写的诊断推理不会进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